现代屌丝男在寺庙门口买了一串佛珠，竟然让他拥有穿梭2界的超能力。现代不值钱的东西，到了70年代都成了宝贝。用粮食换金镯子，古董瓷器，就连废品占不起眼的木盒子，都是黄花梨木。从此当起了2界的倒卖商。宋晨迷迷糊糊的从睡梦中醒来，映入眼帘的是一个60多岁的大爷。嘿，小伙子，这里不让睡觉，快点起来！醒了，赶紧回去吧。大爷丢下这句话就背着手离开了。现在的年轻人哟，大白天喝醉了就随便往地上躺，没个正经样。我不是在出租屋睡觉吗？怎么突然换地方了？哦，肯定是在做梦。宋晨往巷子外面走，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么奇怪的梦，但宋晨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很新奇，有点像电视里面看到过的60、70年代的感觉。沉浸在自己思绪中的宋晨丝毫没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等到被一辆28大杠撞到的时候，整个人都懵了。同志，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做梦可以这么清晰地感受到疼痛吗？应该是不能的吧？难道我不是做梦，是穿越了？哎呀，你怎么样呀？倒是说句话啊！虽然他刚刚有按自行车铃铛，但这也不是他撞人的借口啊。袁心看他一直不说话，急得眼泪都要出来了。同志，你到底怎么了呀？我陪你去医院做个检查好不好？我没事，不用去医院。真的没事吗？袁心表示怀疑，他看这位男同志的样子，不像是没事的样子，反倒有点像是被撞傻了。就蹭破了一点皮，问题不大。那我赔您1块钱，您自己去医院买瓶子药水涂上行不？宋晨错愕地瞪大眼睛，1块钱，1块钱够干啥？这姑娘不会是故意寒碜自己吧？袁心也不管他答不答应，直接从口袋里掏出1块钱塞进他手里，然后又快速地说了一下自己的名字和工作单位。有任何问题你可以随时来厂里找我，我还要上班，就先走一步了。宋晨好笑地目送着小姑娘风风火火离开，一辆28大杠被他骑得歪歪扭扭的，这技术也难怪会撞到人。在看到手中1元纸币的时候，宋晨几乎可以确定自己应该是穿越到上世纪60、70年代了。宋晨随即找了个路人询问今天的日期，对方虽然觉得他有点奇怪，不过还是回答了他。1971年，我竟然穿越到了1971年。60、70年代对人口流动的管理特别严格，老百姓出远门必须要介绍信。我一个黑户该不会被当作特务抓走吧？拖着沉重的身体一步步回到刚刚出来的那条小巷子，突然手上的佛珠闪闪发光，宋晨的视线定格在手腕间的木珠上。是我眼花了吗？怎么感觉这颗木珠变样了？难道我穿越和这串木珠有关？秉着试试不要钱的想法，宋晨握紧手腕上的木珠，心里默念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下一秒，他握在手心里的木珠散发出一阵红光，他整个人重新回到了出租屋内。真的回来了，就是不知道这是一次性穿越体验票，还是可以一直让我在现代和70年代来回穿梭。宋晨再次握住木珠，在心里默念我要去70年代，我要去70年代。他再次出现在那条小巷，就这样试了5、6次，直到感觉头脑发晕才停了下来。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了，从现代带点粮食布料过去卖，有了钱买点黄金珠宝古董，发财了。宋晨平时因为工作原因很少在家里做饭，就算实在要做，一般也是煮个挂面或者方便面凑合一下，家里并没有多余的米面，还得临时去超市买。就这样想了2个半小时的宋晨睡着了。第二天醒早上7点多，到超市分别拿了1包10公斤装的大米和面粉，经过生鲜区刚好看到猪肉在打折，干脆也买了10斤。买完东西回到家，宋晨就开始准备。他将大米、白面、猪肉分别按照5斤装、3斤装、1斤装的规格称好，一切准备就绪。宋晨将袋子挎在手臂上，另一只手握住木珠，眨眼间就出现在了熟悉的小巷子里。卖粮食最好的去处肯定是黑市，但问题是宋晨并不知道黑市在哪里，也没那么胆子直接在大街上拉着人问。他前脚问，后脚说不定就有人通知革委会的人来抓他。除了黑市以外，医院也是一个不错的销售地点。宋晨一路问了好几个人，走了半个多小时才走到医院。原本还有点担心会被拦住不让进，到了医院后才发现自作多情了，根本没人搭理自己。向一名护士询问了妇产科所在的位置后，他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一间病房。坐在凳子上的男人看到陌生面孔进入病房，立马警惕地问道：同志，你找谁？这位同志，我想向您打听一下，这个病房有一个叫做王春妮的病人吗？王春妮？没听过，你找错病房了吧？不应该啊，我妈明明告诉我就是这个病房，难道已经出院了？真是白瞎我拎这么多米面和猪肉过来，现在还得重新带回去。眼镜男的视线落在他手上那个鼓鼓囊囊的帆布袋上，咬了咬牙喊住了他：同志，麻烦等一下。咋了？有什么事情吗？你跟我过来一下。你该不会是想抢我的东西吧？你想啥呢？我得有多大的胆子才敢在医院抢劫啊？我就是有个小事想让你帮帮忙。那好吧。趁着这边没人注意，眼镜男也不打算耽误时间，快速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宋晨在心里偷笑，脸上却装作有些为难。可我妈交代了，让我必须把这些米面和猪肉送给我表姐，这是给她补身体的。
同志，算我求你了，匀给我一点点就行。我媳妇刚生完孩子没奶水，小孩子饿得哇哇叫。孩子确实可怜，那就匀你一点吧。他打开帆布袋，里面一共有5斤大米、3斤白面、1斤猪肉。男子看到这几样东西，眼睛都直了。白花花的大米和白面啊，还有肥肉相间的五花肉，他都好几个月没吃过肉了，每个月的肉全都省下来给媳妇补充营养。同志，可不可以把这些都卖给我？好几个月没吃肉了。那就都卖给你吧。其实他也不觉得宋晨会答应自己，毕竟宋晨的演技太好了，穿着看起来也不缺钱的样子，对他来看望表姐的借口深信不疑。发什么愣呢？我就是想着孩子没奶喝可怜，你到底要不要啊？要，多少钱？我这些东西品质你应该也看到了，都是家里特意给我表姐准备的好东西。大米6毛1斤，白面7毛1斤，猪肉1块2一斤，就不收你的票了。男子闻言一喜，这个价格虽然比粮油商店贵，但不要票啊，并且比黑市还要便宜一点。两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宋晨又继续如法炮制的跑了好几个病房，将准备好的东西全部卖了出去。不仅如此，他还发现了一个木珠的新用法。木珠里自带了一个空间，他可以将任何东西放到这个空间里，也可以随时取出来，非常方便。宋晨美滋滋的揣着刚赚到了38块钱，准备离开。刚走到门口就被人拦住了。小伙子，等一下！奶奶，您喊住我是有什么事情吗？小伙子，我刚刚去打热水的时候看到你在卖粮食。奶奶，你看错了，我就是过来给亲戚送点礼物。不，我不是要举报你，我是想跟你买点粮食，可以吗？我老伴生病住院了，我想要买点细粮给他吃。宋晨悄悄松了一口气，原来是找自己买粮食的呀，他还以为这位奶奶是想要威胁自己呢。您需要多少？我现在手上没有了，需要回去拿。我想要10斤大米，10斤白面，可以吗？可以。猪肉、鸡蛋、红糖要不要？白老太听到他能弄到这么多好东西，激动的连连点头。要，我都要。行，1个小时后我再过来，您在这里等我吧。1个小时很快过去，这次宋晨买了很多的东西，因为提不下，还特意借了辆购物车运回来的。等再次来到医院的时候，老远就看到了等在医院门口的白老太。奶奶，等很久了吧？没有等多久，我也刚到，咱们先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再说。宋晨和他往医院旁边的巷子里走，左右看了看，发现没人，才开始说正事。小伙子，东西都带来了吗？奶奶，带来了，都在袋子里面，你看看吧。他这次拿了10斤大米、10斤面粉、5斤猪肉、30个鸡蛋、5斤红糖。多久没看到过这么白的大米和面粉了？哟，这一大袋是红糖吗？怎么这么多啊？这鸡蛋的个头也大。既然您满意，那我们来谈一下价格吧。宋晨把每样东西的价格报了一遍，然后询问白老太需要多少。白老太当然全部都想要，但她手里的钱还要留一点给老伴儿交住院费。随后在包里面拿出了个镯子。小伙子，我可以用这个镯子和你换吗？宋晨抬眼望去，手帕里包着的赫然是一只金灿灿的镯子。奶奶，您确定吗？我一堆东西的价格可比不上您这只金镯子。就算是按70年代的金价来算，这只镯子最少也值个60-70块钱吧。而他带来的那堆东西也就值30来块钱。白老太怎么会不知道呢？但那也要他敢拿镯子去换钱啊！换，咱们银货两讫，你也不欠我，我也不欠你。宋晨没再犹豫，利索的接过对方手里的金镯子。行，我看你也没带袋子，这个布包就送给您了。奶奶，我先走了，再见。宋晨走路都觉得脚下发飘，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嘿嘿嘿，发财了！现代屌丝男在寺庙门口买了一串佛珠，竟然让他拥有穿梭2界的超能力。现代不值钱的东西，到了70年代都成了宝贝。用粮食换金镯子，古董瓷器，就连废品站不起眼的木盒子，都是黄花梨木。从此当起了2界的倒卖商。宋晨回到现代后，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金店。你好，帮我看一下这个镯子能卖多少钱？好的，先生，请稍等。服务员称了镯子有25克，最近的金价已经飙升到了500多一克。这个金镯子足足卖了13000多块钱。暴利，纯纯的暴利啊！宋晨看着银行卡上的余额，恨不得亲上2口。有了这个赚钱途径，那破班谁爱上谁上吧，反正他是不愿意上了。宋晨直接给经理发了条消息说要辞职，没多久就得到了同意。第二天一早，宋晨又去了70年代，这次他打算去逛一下废品收购站。这地方可是年代文穿越主角必打卡的地点，他当然也不能落于人后。刚一走进废品收购站，宋晨就看到了标配的老大爷。过来干嘛的？宋晨从口袋掏出一个煮熟的鸡蛋，塞给大爷。大爷，我过来找点旧书看看，你这儿有吗？这个时候书店里的书还是挺贵的，普通人家很少舍得去买新书。老大爷视线在宋晨身上的衣服和鞋子上扫过，这身装扮一看就知道家里不缺钱。那你找找看吧，别随便动不该动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已经登记造色的。他左翻翻右看看，找了几分钟，悬着的心终于死了。他随便挑了2本书，又拿了一叠旧报纸，
准备好好了解一下这个年代的世界。大爷，麻烦帮我称一下。不用称了，一起给3毛钱吧。年轻人啊，还是脚踏实地比较好。宋晨心里一惊，这个大爷果然看出了他来这里的目的。看样子像他这样干的人应该不少。既然知道老大爷不是好糊弄的人，宋晨干脆打直球。大爷，您知道谁手里有好东西吗？我可以出高价收。闻言，老大爷表情瞬间严肃起来，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有粮食没有？这小伙子出手就是1颗鸡蛋。这年头谁家有个鸡蛋不是省给孩子吃，哪能就这样随便拿出来送人？这小伙子家里绝对有点底子。有啊，您想要点什么？大米、白面还是猪肉鸡蛋？真的都有啊？你能弄来多少？那得看您能帮我找到多少好东西了。哦对了，您要是想要布料我也有。给我准备100斤粮食，50个鸡蛋，10斤肉，再弄2块适合小姑娘做衣服的布料，有没有问题？大爷，您要的东西可真不少，我这边是没问题，就怕您那边。放心吧，只要你能弄来我要的东西，保证不会让你小子吃亏。宋晨和大爷聊了一会儿，两人约定好，等晚点没人的时候在废品站交易。宋晨就回去现代准备大爷要的东西。宋晨到了出租屋，在手机上下单买了1000斤大米、1000斤面粉、500个鸡蛋、100斤肉、衣服布料，一个手推车很快就送货上门了。宋晨将东西放在木珠储物空间里，穿越到了小巷子里面，取出100斤大米、50个鸡蛋、10斤肉、2块布料，放在手推车上，推着往废品站走。没走多久，就看见大爷在门口等着。大爷，东西我都带过来了，您老要不要先检查一下？行。当他看清那个小拉车后，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这东西你从哪里搞来的？看着可真方便啊，就是这轮子有点奇怪。嘿嘿，大城市弄过来的，就这一个不卖啊。这东西从外表看着也不算太出格，就是70年代的路远远没有后视屏着，拉着100多斤的东西，轮子都差点给弄散架了。老大爷快速地清点了一下地上的物资，最上面一层是鸡蛋，个头都很大，下面是猪肉，肥瘦相间，看着就让人忍不住吞口水。等他看到白花花的大米和面粉的时候，满意的不能再满意了。不错不错，东西品质都很好。那可不嘛，每样都是精挑细选的。老大爷在心里暗暗点头，这个小伙子是个能处的，给他弄到的都是好东西啊。既然如此，他自然也不会亏待。大爷在身后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木盒子，喏，打开看看吧。宋晨将小木盒打开，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抹绿色，竟然是一只玉手镯，还有3个金花生，每颗大概10克左右的样子。就这3颗金花生，差不多就够买下宋晨带来的这堆物资。他觉得自己捡到了大便宜，心里乐开了花。老大爷想法也一样，同样觉得自己占了便宜。毕竟这年头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粮食和肉，布料更是难得。而像木盒里的玩意儿，他家里还有很多，都被他藏得严严实实，保证没有人能找到。如果不是想要弄点好东西给孙子孙女补一补身体，他也不会冒这个险。大爷，那咱们就银货2气了。行，没什么事，你就赶紧走吧，我也要回家了。大爷，需不需要我帮您把东西拿回去？他猜老大爷手里肯定不止这么点东西，现在打好关系，以后说不定还能多交易几次。老大爷审视的看了他半晌，点了点头。行吧，那就辛苦你了。他约在这里交易就是怕出现什么意外，现在交易顺利完成，他对面前这个小伙子的防备心也降低了不少。大爷的家离废品收购站不算远，走路大概10几分钟，两人一边走一边闲聊。老大爷本人姓秦，至于大名叫什么他没说，宋晨也没问。他也是两人熟悉起来之后才知道秦大爷家里的情况。他原本有3个孩子，其中2个都死在了抗战的时候，剩下一根独苗苗千辛万苦拉扯大，一转眼臭小子就跑去当兵了，还在部队里结婚生子。前些年2口子双双牺牲，留下2个可怜的孩子。去年秦大爷的孙女高中毕业找不到工作，就下乡当了知青。宋晨跟着秦大爷回了家，就看到在屋子里焦急等待的祖孙俩。老头子，你终于回来了。爷爷，你怎么才回来啊？我和奶奶都想出去找你了。看爷爷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回来。秦文康眼睛一亮，迫不及待地蹲下查看鸡蛋、猪肉、大米。爷爷，这些都是我们的吗？你有没有给我买糖啊？秦大爷神色一僵，拍了拍脑袋，他光想着粮食，忘记糖这回事儿了。秦文康见状立马明白了，连忙笑着说道：嘿嘿，我就是随便问问，我都这么大了，早就不喜欢吃糖了。这副小大人般的语气逗笑了宋晨。小屁孩看着也就10岁左右，瘦巴巴的浑身没有2两肉，属实是有点可怜。宋晨假装从口袋，实则是从空间掏出一把水果糖塞进他手里。那舔舔嘴巴。给我的。秦文康震惊地看着手里的糖，五颜六色的，看着就不便宜，他不敢收，连忙看向爷爷。还不谢谢哥哥。谢谢大哥哥。秦文康小心翼翼地捧着糖果，开心的都要飞起来了。宋晨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已经晚上7点多了，肚子饿得咕咕叫。刚刚秦奶奶要留他在家里吃饭，不过他给拒绝了，人家买点粮食多不容易啊，还是花高价在他这里买的，他哪好意思吃。不过忙活了一天，他也不想再折腾了，干脆用手机点了个外卖，又将玉镯拍了个视频发给网络上那些专门鉴定玉镯的博主，让对方帮自己估个价，这样他明天卖玉镯的时候心里也能有个底。
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你好，请问是宋先生吗？你好，是的。你这边是不是有个镯子要卖？对，你能给到多少钱？我这边能出到30万，你看下午有时间方便面谈吗？好的，有时间。真的要发财了。宋晨去金店把3颗金花生卖了，一共卖了16000多块钱，比上次那个金镯子还要重。回去的时候正好看到一家典当行，他脚下转了个方向，朝着典当行走了进去。现代屌丝男在寺庙门口买了一串佛珠，竟然让他拥有穿梭2界的超能力。现代不值钱的东西到了70年代都成了宝物，用粮食换金镯子，古董瓷器，就连废品占不起眼的木盒子都是黄花梨木，从此当起了2界的倒卖商。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你好，我想出个东西，您看看能值多少钱？钱铎看到木盒眼睛一亮，盒子保存的不错，先生您是想要死当还是活当？你还是先看一下东西吧。钱铎小心翼翼地拿起木盒，打开盖子后就看到了里面放着一只绿色的飘花玉镯。他愣了一下，有些懵逼地问道：宋先生，您是打算出这只玉镯？对啊，不然呢？宋晨觉得他莫名其妙，根本没想到在自己眼里没什么用的木盒子也能值不少钱。先生，这个木盒是黄花梨木的，看起来也有些年头了，至于具体是哪个年代的不太确定，需要让师傅来看一下。也就是说我这个盒子也可以卖钱？当然可以，宋先生考虑出吗？我可以喊师傅过来鉴定。出，你找师傅来看看。好的，先生你等我一下。不管这木盒子可以卖多少钱，就算只有几百1000也是意外之喜啊。钱铎很快就找来了一个老师傅，经过一番研究后，对方给出了报价。这个黄花梨木盒2万5，玉镯18万。你说啥？这个破木盒子竟然值2万5！宋晨有种不可置信的飘忽感，和白捡钱也没什么区别了。钱铎还以为他是对价格不满意，连忙解释道：兄弟，我们典当行也是要吃饭的，总得给我们留点利润吧。那什么，能再加点不？买卖嘛，不就是一方坐地起价，一方就地还价，两人又没有什么交情，他反正是不信钱铎能直接把底价报给自己。钱铎听到他这样说，脸上露出一个为难的表情。大家都是诚心交易，这样吧，木盒我最多可以给你再加2000，玉镯加5000，怎么样？就当交个朋友了。木盒3万，玉镯我再考虑一下。行，3万就3万，玉镯我给你加到20万，一起卖给我怎么样？看着他一副肉疼的模样，宋晨根本一点也不信，对方肯定特意留了足够的讨价还价的空间，不然不会这么爽快就加价。又是一番你来我往，钱铎将玉镯的价格加到了22万。宋晨依旧没有松口，他还打算下午先让那个博主看一下呢，毕竟对方可是出价30万来着，卖东西肯定是价高者得。兄弟，要是改变了主意可以随时过来，钱我就直接转给你了。没问题，钱哥，回头有机会再见。宋晨拿着镯子就走出了古董店，心里面想着，大爷不愧是大爷，给的盒子都是黄花梨木的，又入账了3万块。中午宋晨好好犒劳了自己一顿，一个人去火锅店吃了火锅。下午那个博主给宋晨发了个定位，来到了一家咖啡店。你好，你是宋先生吧？你好，我是宋晨。我叫古思思，先点喝的吧，然后再来说正事。我就不用了，中午吃的比较饱。那好吧，可以先让我看一下镯子吗？当然可以。宋晨从包里将玉镯掏出来，放在了桌上。他的一番动作看得古思思心惊肉颤。你就直接这样塞在包里？好家伙，这可是小6位数的镯子啊！宋晨也知道自己的行为看起来有点悍，但装镯子的木盒不是被他卖掉了吗？不过他也没心大到直接将玉镯塞包里，而是放在了空间，比任何地方都要安全。那什么，我们还是先看镯子吧。古思思看他一副不在意的态度，想说什么，最后还是闭上了嘴。从包里拿出一支强光手电筒，开始鉴定玉镯的品质。都说工作中的男人最有魅力，他觉得工作中的女人也挺有魅力的。没一会儿，古思思将手中的手镯小心地放回桌上。我看过了，你这只玉镯没有问题，价格就是我在线上说的那个价格，你觉得怎么样？我提前说一下啊，这只玉镯是我帮别人收的，所以我也没有压你的价。你去其他地方问，大概也不会比我出的价更高。宋晨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毕竟古思思给的价格要比钱铎高了8万，可见确实十分有诚意。可以。闻言，古思思脸上露出一抹愉悦的笑。他还以为需要再和宋晨纠结一会儿，没想到对方几乎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因为交易的数额比较大，古思思拿出自己提前准备好的合同。宋晨看过没问题之后，十分爽快的就签了。签完合同后，古思思也将钱转到了宋晨的银行卡，大概是对方经常有大额交易，所以转账进行的十分顺利。那我就先走了，宋先生，以后还有类似的好东西可以再联系我。嘿嘿，又到账30万，花不完，根本花不完。古思思走后没多久，宋晨也离开了咖啡店。这次的交易让宋晨尝到了甜头，
现在时间还早找了个没人的小巷子，穿越去了70年代。仔细想了想，70年代不值钱，但放到现代却很值钱的物品。宋晨很快就想到了邮票。他所知道的比较出名的邮票有蓝军邮、天安门放光芒、全国山河一片红、全面胜利、猴票等等。但因为他穿越的年代是1971年，有的邮票早就已经发行了，有的还没开始发行。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捡到漏，只能先去邮局碰碰运气了。宋晨进入邮局后，先花8分钱买了一张普通的邮票。工作人员将邮票递给他后，这才装作不经意地问道：“同志，麻烦请问一下，咱们邮局还有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卖吗？”啥？你说什么红？就是1968年发行的那版全国山河一片红。哦，我记起来了，没有。这都是2、3年前的事情，他能记得住，完全是因为那版邮票印错了，卖了还没1天呢，就被紧急召回，可不叫印象深刻吗？小伙子，你怎么突然想要买一片红？咱们邮局这么多种邮票还不够你买啊？邮局现在没什么人，张局也乐意和宋晨闲聊2句，打发时间。我喜欢收集不同的邮票，反正价格也不贵嘛，就当留个纪念呗。一片红是没了，不过其他的倒是有不少，你要买吗？可以啊，那就麻烦姐了。不麻烦，不麻烦，我拿出来给你挑一挑。张局笑着将邮票拿出来摆在桌子上，任由宋晨挑选。其中有的只有1枚，有的是成套的好几枚。这些邮票的名字宋晨都不怎么熟悉，但反正都很便宜，他干脆每样都拿了1张。小伙子，你这些都要啊？这里可是有50几张，加起来得4块多呢。都要，麻烦大姐帮我包一下。张局现在是真的相信了宋晨说的话了，这小伙子是真的喜欢集邮啊。你刚刚是说想要全国山河一片红吧？我记起来谁买过了，就是不知道还在不在。真的？那大姐您知道对方住在哪里吗？他原本都想要放弃邮票这条路了，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知道，就是我的邻居。不过吗？不过什么？姐你倒是继续说啊。宋晨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糖递过去，来，舔舔嘴。张局眼睛一亮，小伙子出手可真大方啊，这水果糖得好几毛钱吧，拿了人家的好处，自然不能再藏着掖着了。那个人叫江建国，是个货车司机，因为江建国喜欢集邮，经常会让我帮忙留意新发行的邮票，全国山河一片红就是其中之一。但不幸的是，他去年在出车的途中意外去世了。人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我也不知道他收集的那些邮票还在不在，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那真是太谢谢姐了，到时候再请您吃糖。不用这么客气，就是顺嘴的事儿。姐你先忙，我明天再过来。张局下班就准备去江红旗家，他愿意帮这个忙，一方面是因为收了宋晨的好处，另一方面则是想要帮一帮红旗兄妹2个，也就是江建国留下来的那双儿女。自从江建国去世后，他老婆没过2月就被娘家接走了，听说后来又找了一个。按理说男人没了，妻子要改嫁谁也拦不住，但对方不该将所有的存款和赔偿金全部带走，却不管2个孩子的死活。红旗兄妹2个也是倒霉，亲妈靠不住，亲叔叔也是个不讲情分的，以照顾孩子的名义霸占了江建国的工作和房子，却让2个孩子吃不饱穿不暖。几个月的时间，2个孩子比以前简直判若2人。张局想着，如果那些邮票还在，红旗兄妹2个将邮票卖了，好歹也能换口吃的。可惜事情有些出乎张局的预料，他以为的没用的邮票却被江红旗当成了宝贝。听说有人要买，毫不犹豫就拒绝了。婶子，谢谢你，我知道你是想要帮我和妹妹，不过那些爸爸留给我们为数不多的东西，我舍不得卖掉。张局看着他的脸，心里是说不出来的愤怒。你婶婶又打你了，这娘的心思怎么这么毒啊？江建设也不知道管一管自己的婆娘。没关系，反正我皮糙肉厚，不怕被打。江红旗像是早就习惯了，嘴里却溢满了苦涩。张局叹了口气，这怎么说也算是别人的家务事，他虽然看不惯江建设夫妻的行为，却没立场去管。既然你不愿意卖，那我就回了对方。现代屌丝男在寺庙门口买了一串佛珠，竟然让他拥有穿梭2界的超能力。现代不值钱的东西，到了70年代都成了宝贝。用粮食换金镯子，古董瓷器，就连废品占不起眼的木盒子，都是黄花梨木。从此当起了2界的倒卖商。第2天，宋晨一大早就来了邮局。小伙子，不好意思啊，红旗不愿意卖，我也没办法。没关系，张姐方便跟我说一下地址吗？我想亲自和小朋友谈谈。张局有些犹豫，他和对方也不过才认识1天，就这样贸然告诉对方地址，尤其红旗他们还是小孩子的情况下，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他负不起这个责任。那等您下班后带我一起过去行吗？到时候我再给您送包红糖当做感谢。听到红糖2个字，张局不得不承认自己动心了。那行吧，等下班的时候你再过来找我。宋晨离开邮局前，隐晦地向张局打探了一下黑市的地址。他手里这个年代的钱还是太少了，他准备先去黑市赚一笔，以后要收一点什么也不至于拿不出钱来。
宋晨按照张局教自己的路线，来到一个很隐蔽的巷子，黑市就在其中一个已经荒废的小院里。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吊儿郎当的靠在巷口的墙壁上，应该是在把风。宋晨走过去，那汉子扫了眼他身上挎着的包，买还是卖？卖。卖东西要交1毛钱才能进去。宋晨很爽快的掏出1毛钱递过去，接着就被放行了。这会儿时间已经不早了，里面的人不算太多，大家都行色匆匆的挑选着自己需要的东西。宋晨找了个空位，把东西摆好。嚯，小兄弟，你这布料怎么卖的？同志，这些布料全部都是9块钱一块，一块有10尺，你看中什么颜色可以随便挑。卖布料是宋晨经过深思后想到的，布料的价格比粮食贵，重量又比粮食轻，需求量更是一点都不比粮食低，并且他买布的时候就让老板帮着整块才好，这样也不用他再量来量去。你这个价格不要不飘吧？9毛钱一尺的布在黑市这边不算贵，贵的甚至要卖到1块钱一尺。当然不要票，哥您有看中的吗？中年男子伸手翻了翻，很快就挑中1块碎花的和1块绿色的。你这布料真不错，这里是18块钱。好嘞，谢谢哥照顾我的生意。你这人说话还挺有意思，是个活泛的性子。嘿嘿，哥您应该也是来卖东西了吧？没错，我专门给人换票的，粮票、肉票、工业券都有。小兄弟，你要不要看看？好啊，他手上还真没有这个时代的票据，之前几次卖的东西，要不是收钱，要不是收金子，而且他刚好也想去国营饭店尝尝味道。听说这个时代国营饭店的厨师手艺都特别好。宋晨从中年男子手里买了10斤粮票和5斤肉票，把对方洗得见牙不见眼。小兄弟，我姓陈，以后需要票可以随时找我，我经常来这边。陈哥，你喊我小宋就行。两人聊天的功夫，一个30来岁的女人凑了过来，眼热的看着宋晨摊子上的布料。同志，你这布料什么价？9块钱一块布，都是10尺的大小，不要布票。10尺太多了，我只需要7尺就行。不方便，我这里只卖整的。如果觉得不合适，你可以去其他摊位看看吧。我没带这么多钱在身上，同志你就通融一下吧。不是我不想通融，问题是我也没带量尺和剪刀。要不我先给你7块钱，明天再给你补2块。你觉得呢？万一你明天不来了，我去哪里找你？那算了，我下次再来买吧。等人离开，陈明才好奇地问道：小宋，你这布料为什么全都裁成10尺大小啊？分开来岂不是更好卖？哈哈，我就是图方便。属实没想到竟然是如此荒谬的理由，才块布而已，能费多少功夫？不过布料在黑市确实很受欢迎，很快又有人过来问价，宋晨又卖出去了1块。偶尔也会有人来陈明这里买票，很多都和他认识，应该都是老顾客。每当这个时候，陈明顺便给宋晨的布推销一下。半个小时下来，宋晨带过来的10块布全部卖完了。今天真是谢谢陈哥了，吃点糖甜甜嘴。小宋，你这奶糖是从哪弄来的啊？供销社都买不到，经常断货。他闺女可最喜欢吃这个大白兔奶糖了，他想给闺女买点回去。陈哥需要多少？我帮你带点。多少钱一斤啊？3块1斤，不要票。陈明立马眼睛一亮，这价格合适啊！供销社里1斤大白兔2块钱还要糖票，问题是还抢不到。那就帮我带3斤吧。3斤自然不是全部给女儿一个人吃，他还要分一部分出来送礼。大白兔奶糖送礼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宋晨又问他要不要红糖，反正一样东西也是带，2样东西也没差。你还能弄到红糖啊？那也给我来5斤吧。行。突然他产生出了一个想法，是不是可以把东西直接批发给陈明，这样他也不用辛辛苦苦的出来摆摊了。反正陈明经常来黑市卖票，卖啥不是卖啊？多卖几样东西还能多赚一点钱。他将自己的想法说给陈明听。真的吗？小宋，你真的愿意把赚钱的机会让给我？咱们先找个地方谈正事。行，跟我来。两人朝着外面走去，来到了一条小巷子。以后我将东西便宜一点批发给你，例如布料，我按8毛的价格批发给你，你在黑市卖9毛还是1块我都不管。陈哥，你觉得怎么样？陈明听得连连点头，他觉得很好，非常好。1尺布赚1毛钱，100尺就是10块钱了，比他倒腾票还要赚钱，还省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行，那咱们就这样说定了。你想一想需要什么东西，我明天一起给你送过来。陈明被他问懵逼了，这话是怎么说的？难道他需要什么宋晨都能弄过来吗？宋晨也意识到自己话里的小漏洞，连忙说道：我这边能弄到大米、白面、猪肉、红糖、白糖、大白兔、布料。说完他又将价格也都说了一遍，每样东西都给陈明留了1毛到2毛的利润空间，毕竟混黑市也是有风险的，利润不高也没人愿意给。牛啊小宋，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厉害。每当他觉得对方已经够厉害的时候，对方就能再次让他刮目相看，他真是太幸运了，随便找人买了块布料就能搭上一条这么好的赚钱路子。嘿嘿，一般吧。我要10斤猪肉，5斤红糖，5斤白糖，30尺布料，大米面粉各20斤。这些东西加起来将近100块钱左右。第一次进货他打算保守一点，
卖不出去的还能留着自己家里用，或者卖给亲戚朋友也行。两人约定好明天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后就分开了。宋晨看着时间不早了，立马决定去国营饭店搓一顿。宋晨踏进大门，就看到里面坐满了人，谈天说地的热闹极了，打量着有没有空位。终于在快要放弃的时候，看到角落里有个位置。同志你好，请问这里有人吗？是你啊？是我，好巧啊，竟然又遇到了。袁心悄悄的上下打量了他两眼，发现他没有任何问题后，悄悄松了口气。上次把人撞伤了，他还担心了很久来着。你也是来吃饭的吧？刚好这里还有一个空位，赶快坐下来。谢谢啊。不客气，你点菜了吗？宋晨有愣了一下，反应过来这个时候的国营饭店可不比后世，没有服务员拿着菜单让你点菜。还没呢，麻烦帮我占一下位置，我去点一下菜。小事啦，你快去吧，再晚就点不到什么好吃的了。听到他这么说，宋晨连忙朝着窗口走去。这里有好几个人排队等着点菜，服务员是一个20多岁的姑娘，看起来有种很质朴的感觉。可惜她对待顾客的态度，将这份质朴破坏的一分不剩，平均1分钟下来得翻7、8个白眼。宋晨以为顾客马上就会和他吵起来，谁知道面对服务员凶巴巴的态度，那些顾客就像看不到一样，很快就排到了宋晨。同志你好，我要一个红烧肉，1条红烧鱼，1碗米饭，谢谢。没有，你瞎呀？看不到上面的字吗？宋晨抬头就看见了竹片，上面写了今天的供应菜。考虑到是自己的问题，他强迫自己忽略对方的态度，在心里默念这是70年代，没有顾客就是上帝的观念。那我要一个溜肉片，一个尖椒炒豆腐，1碗米饭。尖椒炒豆腐卖完了。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磨叽呀？后面还有好多人在排队呢。宋晨第一次体会到了花钱找罪受的感觉。黑板上又没有写，我怎么知道尖椒炒豆腐没有了？你到底还点不点菜了？不点就赶紧走，别在这里耽误大家的时间。我凭什么走？你们服务员不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吗？翻白眼给谁看呢？给我把你们领导喊出来！我倒是要问问他，这国营饭店到底是国家的，是人民的，还是你一个小小的服务员的？宋晨的声音不大不小，周围瞬间安静了下来。谁也没想到他敢和服务员互杠。从他当上这个服务员开始，就有了一份自豪感，觉得自己端着铁饭碗高人一等，对待顾客很少有个好态度，却没想到今天踢到铁板了。听到对方开口就是要喊领导，脸上哪还有刚刚那副强势的模样，连声音都低了不少。哥，我不是故意的，你别找我们领导行不行啊？这一反应可算是惊呆了围观的众人。这还是我熟悉的服务员吗？有生之年竟然也有看到他低头道歉的这一天。谁说不是呢？我每次来国营饭店吃饭都得受一次气，要不是想改善一下伙食，都不愿意来。原来还可以这样啊！下次他要是还凶人，我也这样试试。不管围观群众心里怎么想，但宋晨的目的并不是喊对方的领导，他一个黑户自然是越低调越好。要不是刚刚对方态度实在太差，他也不会发火。我现在可以点菜了吗？可以。一个溜肉片，一个菠菜鸡蛋汤，1碗米饭。溜肉片4毛2，菠菜鸡蛋汤2毛，米饭8分，一共7毛，需要3两肉票，4两粮票。宋晨回到座位上的时候，就迎来了袁心钦佩的目光。同志，你刚刚好厉害啊！其实他也对这家国营饭店的服务员积怨已久，但又没胆子跟人家硬杠，担心对方不让自己点菜了。嗨，我就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什么叫合法权益？就是我们作为公民应该有的权利和利益。我们来国营饭店吃饭是花了钱的，对吧？也算是为国家做创收，他的工资还是国家给发的呢，里面说不定就有我们花的那一份。他没资格用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我们。虽然说现在的国营单位都是铁饭碗，但是如果完全挣不到1分钱，还每年都要亏钱，国家肯定也是要勒令他们关闭或者整改的。吃完饭后，宋晨就去了邮局。小宋你来了啊，刚好我也下班了。宋晨将自己提前包好的红糖递过去。辛苦张姐了，这包红糖给你补补身子。张局有些不好意思，他以为这事成之后的报酬了，对方现在都还没买到邮票，自己怎么能一而再的收他的东西呢？张姐千万别和弟弟客气，不然弟弟以后都不敢麻烦您了。行，既然你这样说，那我也不推辞了，以后有什么事情记得和姐说。宋晨点头，却没把对方的客套话放在心里。两人刚走到江家门口，一道瘦小的身影就走了过来。婶子，求求你救救我妹妹好不好？求！男子只用了几个肉包子和2碗粥，就换了一张3000万的邮票。全国山河一片红，只因男子可以在现代和70年代来回穿梭。接上集，宋晨和张局来到红旗兄妹家。婶子，求求你救救我妹妹好不好？求求您了。红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没听明白呢？妹妹发高烧了，已经烧了1天了，但是婶子说什么都不答应送妹妹去医院。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向张局求助，希望张局能看在大家这么多年邻居的份上，帮一帮他和妹妹。你妹妹在哪儿？快带我过去。江红旗有些茫然地看着面前这个陌生的叔叔，直到张局说这是他的朋友，
小屁孩这才拉着人往兄妹两个的房间跑。一个看起来6、7岁的小姑娘，双颊被烧得红扑扑的，人事不省地躺在床上。宋晨伸手探了一下她的额头，立马被吓了一跳。这起码得烧到40度了吧？不能再拖下去了，他连忙将人抱起来往外面冲。哎，你是什么人？怎么能随便抱人家孩子啊？他倒也不是关心侄女，就是担心侄女没了以后的补偿金会少一份。让开，孩子发高烧了，必须马上去医院。刘杏花被他的气势吓了一跳，反应过来这是自己家里后，又立马挺直了腰板。你这人有病吧？我家孩子去不去医院关你什么事？难道你还想打人不成？赶紧把小丫头片子放下来，不然我就要报公安抓你了。一边说，他还一边上手去扒拉宋晨，想要把孩子抢回来。一旁的张菊听得恼火：刘杏花，你疯了吧？红艳已经烧1天了，你难道一点都不担心她出事吗？一个小丫头片子而已，发个烧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熬一熬就好了。谁小时候没发过烧啊？不都是喝点热水自己熬过去的吗？怎么江红艳这个丫头片子就比其他人更金贵不成？小宋，你先送孩子去医院，我来拖住他。好。宋晨点了点头，抱着孩子径直离开了。张菊，你给老娘放手啊！快来人啊，抢孩子了！江红旗无措地看了看和婶婶纠缠在一起的张菊花，又看了看马上就要没影的宋晨，咬了咬牙，还是朝着宋晨追了上去。他不放心妹妹一个人跟着陌生人离开，即使是张婶子的朋友也不行。宋晨一路将孩子送到医院，看着医生给孩子打了退烧针，又量了体温，这才缓缓松了一口气。你们当家长的是怎么照顾孩子的？知不知道孩子再晚送过来一会儿，脑子都可能被烧坏。今天晚上必须先住院观察一下，有情况随时来办公室喊我。好的，辛苦您了。等医生离开后，江红旗感激又紧张地看向宋晨：叔叔，给妹妹治病的钱我会想办法还给您的。小屁孩，别想这些有的没的，这点钱对叔叔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能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叔叔也很开心。不行，你能帮我送妹妹来医院，我已经很感激了，不能白要您的钱。这样吧，你把叔叔对你的帮助记在心里，等你长大后有能力了，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一个人，就算是回报叔叔了，可以吗？江红旗茫然地望着宋晨，他似乎听懂了宋晨的话，但又很不理解。反正你记住就可以了，至于医药费就别想着还我了，你还了我也不会收。谢谢叔叔，我一定不会忘记的。时间也不早了，你吃晚饭了吗？还没有，不过我不饿，喝水就可以了。傻小子，你不饿你妹妹总要吃东西吧？不吃东西身体怎么能好？等着，我去给你们买吃的。这个点国营饭店早就关门了，他只能回现代买了几个包子馒头和2碗青菜瘦肉粥，一次性的打包盒，不太适合带过去。宋晨回到出租屋，拿出2个碗，将2碗粥全部倒了进去。宋晨这一去就是半个多小时。他再次回到医院的时候，就看到小家伙低着脑袋蹲在病房门口。哟，这是等我呢。听到声音，江红旗猛地抬起了头，揉了揉眼睛，像是有些不可置信。叔叔，他还以为这个叔叔不会回来了。叔叔和他们本来就没有任何关系，愿意帮他们也是因为好心，他不应该奢求太多。快起来，进去吃饭了，饿坏了吧？赶紧吃饭。宋叔叔，这些东西太好了，我不能吃。你这孩子，让我怎么说你才好？宋晨无奈地叹了口气，干脆直接拿起一个肉包子塞到他嘴巴边上。快点吃，你要是不吃，我就把这些全扔了。包子触碰到了江红旗的嘴巴，再加上宋晨的威胁，他到底是没忍住，小小的咬了一口。再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包子，他的眼眶唰的一下变红了，眼泪也一颗一颗砸了下来。哭什么？是包子不好吃吗？不好吃就别吃了，来试试这个青菜肉丝粥。不是很好吃，我只是很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了。就在这时，张菊提着一个饭盒从外面走进来。红旗，婶子来给你们送饭了，你们这是已经吃上了啊？他本来早就想要过来看看红艳那丫头的情况，但自己家里也有孩子要照顾，得给孩子做饭。等一家人吃完晚饭，他才有时间带着提前准备好的饭菜来医院。婶子，这是宋叔叔买的晚饭。小宋，今天真是谢谢你啊。张姐不用客气，2个小孩不容易，我能帮就帮一把。两人又聊了几句，张菊就催着宋晨回去了。今天真是多亏了你，天色也不早了，赶紧回去吧，别让家里人等着急了。红艳这里有我照顾呢。也行，那我就先走了，叔叔明天再过来看你们。他原本是打算今天晚上帮着照顾小红艳的，但现在既然张菊来了，他就不勉强了。说到底，他和2个孩子也才第一次见面，肯定是比不上10几年的老邻居，让他们感到安心。宋晨离开后，张菊才和江红旗说起他的事情。红旗啊，刚刚那个叔叔其实就是那个想要找你买邮票的叔叔，今天真是多亏了人家帮忙，你要念着人家的好知道不？您不是说他是您的朋友吗？也算是朋友吧，小宋人很好的，我跟他也很聊得来，
江红旗没想到宋晨竟然就是那个想要买邮票的人。为什么叔叔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邮票的事情呢？人家心肠好呗，这就叫做知恩不图报。不过红旗你也不能忘恩负义，知道不？那些邮票就卖给你宋叔叔得了。江红旗点点头，又摇摇头，不卖，我要送给宋叔叔。嗨，你这孩子，你宋叔叔又不缺这点钱。不过说起来，鸿雁的医药费应该也是小宋垫付的吧？那你把邮票送给他也行。男子只用了几个肉包子和2碗粥，就换了一张3000万的邮票。全国山河一片红，只因男子可以在现代和70年代来回穿梭。第二天天没亮，宋晨就起来了。他和陈明约好了今天早上5点交易。快到了2人约定好的那条小巷，他从木珠空间里取出准备好的东西，往巷子里面走去。陈明从早上4点半起就在约定的地点等，一直等到了5点整，才看到宋晨不紧不慢地朝这边走过来。老弟，你可终于来了，东西都弄到了吗？都在这里呢，陈哥，你清点一下吧。陈明花了点时间将东西都检查了一遍，发现没问题后，就把钱递给了宋晨。那我就先走了，还得去黑市呢。啊，对了，我东西卖完了，去哪里联系你啊？这2天我可能没时间，你有什么需要的可以留个纸条塞在这个角落里，我会告诉你交易时间的。行，就这样办。既然起来了，宋晨也没了再去睡回笼觉的想法，回现代买了份早餐去医院。宋叔叔，叔叔给你带了早餐，快点吃吧。谢谢宋叔叔。吃完早餐后，江红旗有些扭捏地看向宋晨。宋叔叔，我想和您说个事。什么事啊？张婶说您喜欢邮票，所以我想把家里的邮票送给您。宋晨闻言心里一喜，他还以为这件事还有的磨呢，没想到这小家伙竟然说要把邮票送给他。叔叔不用你送，叔叔跟你买。不要，我想送给您，感谢您昨天帮了我和妹妹。宋晨没再继续和他争，准备到时候直接塞钱给他。江红艳经过1晚上的观察，烧已经完全退了，医生说可以直接出院。他从哥哥那里得知了昨天就是眼前这个叔叔送自己来的医院，露出一个腼腆的笑。谢谢叔叔。宋晨亲自送兄妹俩回了家，刚到家门就迎来了暴击。江红旗，你这个死小子，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婶婶了？水准你们夜不归宿的，小年纪好的不学，非得学那些二流子是吧？二婶，我昨天晚上陪妹妹看病，不是夜不归宿。看什么病？小年纪有什么病需要看的啊？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死丫头片子就知道浪费钱。牛杏花单手叉腰，另一只手则不停点着江红旗的脑袋，力道一下比一下重。而江红旗这小子竟然还不知道躲，就这样站在原地，让对方又打又骂。宋晨终于忍不住了，一把将人扯到自己身后，怒视牛杏花：“这位女同志，你有什么资格教训这2个孩子？是凭你们抢了人家亲爸留给他们的工作，还是抢了他们的房子和补贴？”牛杏花被他对的一愣，狠狠地瞪了江红旗兄妹一眼。不要以为找了个外援就了不起，等人走了，你们还不是要落到我手里？他这话算是明晃晃的威胁了，并且很明显江红旗很吃这一套，紧张地扯了扯宋晨的袖子，小声说道：“宋叔叔，你在这等我吧，我把东西拿出来。”经过1年的搓磨，他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一个道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牛杏花拿捏着他们兄妹2个的命脉，如果不听话，他们兄妹2个就要饿肚子，甚至他以后都没办法再继续上学了。没多久，江红旗就抱着一个铁盒子走了出来。宋叔叔，我爸爸留下来的邮票都在这里面呢，送给您。我先看看。宋晨打开铁盒子，入眼的是花花绿绿的邮票。他小心翼翼地将一张张邮票拿出来查看，很快找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并且他发现，除了全国山河一片红以外，这个铁盒子里面竟然还有革命全面胜利和蓝军邮。至于其他的邮票，他就不太认识了。宋晨将全国山河一片红和蓝军邮挑了出来。红旗，叔叔想跟你买这2张邮票，可以吗？不行，我不能收您的钱。昨天妹妹的医药费还是您给的，还有那些包子和粥都是您买的。可你不收钱，我就不好意思要你的邮票啊。但我又特别喜欢这些邮票，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那您还是给钱吧，2张邮票是1毛6分钱。傻小子哟，你这样子出去做生意，底裤怕是都得赔掉。宋叔叔，您小声点，这种话不能被人听到。宋晨也反应过来自己说错了话，现在这个时候还不可以做生意。这2张邮票我一共给你20块钱，怎么样？10块钱一张是他仔细考虑后的决定，再高的话江红旗肯定不会接受，可能还会觉得他脑子有什么毛病，而给的太低呢，他自己心里又过意不去。这20块钱也可以给兄妹2个当做应急的资金，比如说再发生昨天那样的情况，就不用受制于人。还有就是他对这孩子的感官很不错，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多照顾一下。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江红旗还想要拒绝，被宋晨直接压制了，态度强硬地宣布道：“好了，就这样决定了，不接受反驳。”他将20块钱塞给江红旗，又假装将2张邮票放入口袋，实则放入了木珠空间。红旗啊，有个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是什么事情？您说吧。你打算以后一直带着你妹妹在叔叔婶婶手里讨生活啊？
让他们花着你们兄妹的钱，住着你们兄妹的房，然后还要被他们打骂，你甘心吗？宋叔叔，你觉得我应该要怎么做呢？你叔叔是顶了你父亲的工作，对吧？这个工作对他来说重不重要？很重要。叔叔以前没有工作，都是住在乡下的，去年才搬到城里来。对付一个人呢，就是要从他最重要的东西下手。以后你叔叔婶婶要是再敢打骂你们，或者不让你们吃饭，你就带着妹妹去你叔叔工作的地方哭，有多惨哭多惨，反正主打一个你不好过，谁也别想好过。江红旗越听眼睛越亮，他以前怎么没想到还能这么干呢？宋晨给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宋晨刚回到家，手机就响了起来。在云之南，我心的方向。妈，发生什么事情了？您别吓我，说句话啊。晨晨，医生说你爸爸这次必须做手术，可是做手术要10几万，这可怎么办呢？张艳春磕磕巴巴地说着，心里愧疚的不行，觉得耽误了孩子，但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医生说手术不能再拖了，不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大女儿家里条件也不好，还得养活2个孩子，他张不了这个口，只能向儿子求助。妈，您先不要着急，钱的事情不要担心，等我回来。宋晨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心里不由得感到庆幸，还好前2天卖手镯进账了30万，完全够给老爸做手术了。可是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晨晨，你千万不要去干不好的事情，你爸爸知道也不会同意的。哎呀，您儿子是什么人，您难道还不了解吗？反正这个钱我有办法弄到，等我回来再和你详细的说，行吗？好，妈妈等你回来。张艳春现在也顾不上是不是会打扰儿子的工作了，他现在确实需要一个主心骨。宋晨挂断电话后，在手机上购买了一张回老家的高铁票，下楼打车去了高铁站。3个小时后，宋晨出现在老爸所在的病房。晨晨，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妈，我回来了，您不用担心，手术的钱已经搞定了，需要现在去交手术费吗？全部凑齐了，医生说估计得花15万呢。宋晨笑着点头，说出自己想了一路的借口。凑齐了，我有个朋友家里比较有钱，找他借的。2界穿越的事情肯定没办法说，这是他的秘密，不管是谁都不打算透露，所以对于钱的来源，他需要找个合理的借口。这么短的时间内说自己中彩票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先编个有钱朋友出来，等过段时间就说自己彩票中了100万，这样爸妈也就不用为钱的事情发愁了。等你爸做完手术，我就马上出去找工作，早点把人家的钱还上。这个先不急，我爸呢？怎么没在病房？跟着医生去做检查去了。宋晨在老家待了1个星期的时间，陪着老爸做完了手术，没2天就被催着回去上班了。爸的身体已经没事了，晨晨，你赶紧回公司吧，可别耽误了工作。宋晨无奈苦笑，就这几天他都不知道被老爸老妈催了多少次，但是他又没办法将自己已经辞职的真相说出来，不然爸妈肯定更加担心。好在问过医生后，得知老爸的身体恢复的还不错，再观察一段时间就能出院了。那我给您请个护工，不然老妈一个人根本照顾不过来。不用，浪费那个钱做什么？你姐每天不是也会过来吗？姐每天就是过来送个饭，家里还有2个孩子需要她照顾呢，又没办法给您陪床。要是您不愿意请护工，那我就不走了。你这孩子让我说什么才好？他请护工最多也就是请1个星期，但是儿子如果再请1个星期的假，说不定回去后工作都得丢，孰轻孰重他还是分得清楚的。宋晨见老爸答应，不禁松了一口气，要是他爸死犟，他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张艳春得知儿子马上要回去上班，恨不得将家里的东西全部给儿子带过去，亲手做的熏鱼、菜干、腌肉装了满满1大袋。妈，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怎么吃不了？放在冰箱里可以留很久，想吃了就拿点出来。对了，还得再给小曼也分一些。郑小曼是他之前的女朋友，2人从大学就谈恋爱，在一起6年。去年女朋友家里面催2人结婚，开口就是要房、要车，还要30万的彩礼。这几天他也时不时会提到郑小曼，宋晨都是含含糊糊的糊弄过去，他不敢在这个时候告诉父母自己分手的事，不然他们肯定会很伤心。毕竟郑小曼是他们认定的准媳妇。你和小曼是不是闹矛盾了？该不会是因为你爸生病这事吧？张艳春其实也发现了儿子不对劲，以往每次回来话里话外都念叨着小曼的人，这次却像变了个人一样，一提到小曼就转移话题。晨晨，是爸妈对不起你，对不起小曼呢。您哪有对不起我？您和老爸将我拉扯到这么大，还送我去上了大学，已经尽到做父母的责任了。我们耽误了你呀，人家父母都能给孩子买房买车，还能给出彩礼，咱家里什么都没有。妈，您就别想这些有的没的了，我一个大好青年，有手有脚的可以自己赚钱，不用你和我爸操心。不说他现在拥有了金手指，就算是没有金手指的时候，他也没想过要吸父母的血。宋晨的话并没有安慰到张艳春，如此懂事的儿子反而让他更愧疚。宋晨回到出租屋后，就想到了木珠空间里的邮票，在网上联系了一家比较出名的拍卖行，跟对方预约了明天上午10点鉴定邮票。注意看，这个屌丝男居然穿越到了70年代。在这个小屁孩手里，
用20块钱买了2张邮票，在穿越到现代后，居然卖了700万。支付宝到账8亿元，哈哈哈，700万，发财了！第二天一早，宋晨就去了拍卖行。宋先生你好，免贵姓李，是拍卖行这边的负责人。李经理你好，咱们先来看一下邮票吧。李胜笑眯眯的点头。他昨天得知今天有人要过来寄卖蓝军油和全国山河一片红后，激动的差点一晚上没睡着。2张邮票都在这里，李经理您先看看吧。李胜小心翼翼的拿起邮票，和自己记忆里看到过的做了一个对比，不管是细节还是材质，全都和他看过的一样，甚至这2张邮票的成色要更好一些。能冒昧的问一下，这2张邮票宋先生是从何处收集来的吗？不好意思啊，不太方便告知。李胜也没有生气，这本来就是客人的隐私，只要这邮票不是对方偷来的抢来的，那就不关他的事。这2张邮票经过我初步查看，大概率是正品，但我毕竟不是专业的，还需要请专家进一步鉴定。只不过我们拍卖行的专家还在赶过来的路上，所以可能要麻烦宋先生在这边多坐一会儿了。没关系，我正好也没其他的事要忙。专家来的比宋晨想的还要慢，这一等就是近2个小时。经过专家的鉴定，宋晨带过来的2张邮票均为真品。宋晨已经提前从李胜这里得知拍卖行下一场举办拍卖会的时间是半个月之后，他还以为自己得等到那时候才能拿到钱，但没想到那个专家竟然询问他的邮票现在卖不卖。蓝军油我出200万，全国山河一片红500万，2张邮票一起卖给我吧。听到他这样说，宋晨开始犹豫起来。小友，实话跟你说，这2张邮票也是我帮朋友问的，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个价格绝对公道。你就算是送到拍卖会，也不一定能比这个价格更高了，并且拍卖行不仅要收佣金，还有流拍的风险。宋晨仔细想了想，这话确实有道理，钱还是早点落袋为安比较好。那就卖给你吧。孙老，您这不好啊，您直接把邮票买走，我怎么向总部那边交代啊？放心吧，有我在前面挡着，怪不到你身上。孙老拿出手机，直接将钱转给了宋晨。支付宝到账8亿元。宋晨表面看上去十分淡定，内心发出一阵土拨鼠般的尖叫。700万啊，发财了！孙老笑着递给宋晨一张名片，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小友以后有好东西可以随时联系我。好的，那我就先走了。这位孙老看着就不是一般人，肯定认识很多有钱人，正是宋晨目前缺少的资源。他以后还能源源不断的从70年代弄到好东西，而这些东西需要一个销售途径，孙老说不定就是一个突破口。吃水不忘挖井人，宋晨赚到钱后也没有忘记江家兄妹，给2人买了很多吃的用的送过去。江红旗连忙拒绝，不行，宋叔叔你对我们已经够好了，我不能再要你的东西。拿着，你要是敢拒绝，那以后我都不来看你了。这一包东西看着多，其实也才花了几百块而已，毕竟他也不敢送什么出格的东西给他们，不然就不是帮忙，而是给2个孩子招祸。好吧，宋叔叔，下次来您别再带东西了。这就对了嘛，以后我有空还会来看你们的。在学校要好好学习，有什么困难记得和我说，知道吗？我记住了。那叔叔就先走了。宋晨和江红旗分开后，就去了和陈明约定的地点，打算看看对方有没有给自己留言。结果远远的就看到陈明。陈哥，老弟你可算来了，1个多星期都找不到你，那批货全部卖完了，我要再进一批，这次全部要双倍的量。没问题，陈哥，最近家里面出了点事，才处理完。要不老弟你给哥一个地址，以后哥有什么事情也好直接去家里找你。陈哥，可能不太方便，我不想家里知道我在干这个。理解，我就是随口一提，老弟你也别放在心上，做咱们这一行的谨慎点是应该的。宋晨笑笑没说话，不告诉陈明地址倒也不是因为太谨慎，而是他在70年代根本没有家，就算想告诉陈明也有心无力。这个时候城里的住房特别紧张，他又没有正式户口，就算想租个房子应一下接也不行。再次约定好明天早上交货，2人就分开了。下午没什么事，宋晨打算出去看房。你好，你们这边有装修好的现房吗？有的，就是精装房要比毛坯贵一些，您能接受吗？美女，你是觉得我看起来很傻吗？搞不清精装和毛坯的区别？不是的，我就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大概他潜意识里也觉得宋晨不像买得起房子的样子吧，但这话肯定是不能说出来，不然太得罪人了。行了，和你开个玩笑呢，先给我详细介绍一下你们这边的精装房吧。请您跟我过来，这几栋都还有精装修的现房，3栋离小区大门比较近，出行方便。如果您家有孩子的话，推荐您考虑9栋，旁边就是儿童游乐园。赵旭儿脸上带着标准的微笑，温声细语的向宋晨介绍着小区环境。不远处躲懒的几个同事看到他这副样子，忍不住凑到一起吐槽：真受不了，这个赵旭儿太会装了，你看他笑的那个样子啊，知道的他是在卖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勾搭男人呢。小平嫌弃的撇撇嘴，
眼底是抑制不住的嫉妒，嫉妒赵旭儿长得漂亮，刚入职还不到1个月呢，就靠着那张脸卖出去2套房了。就是，你看他都快贴人家身上去了。你们够了啊！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人家旭儿工作努力又上进，哪里不好了？你是不是看上赵旭儿了？看上了就去追呗，背后当英雄，人家可不一定领你的情。胡说八道什么啊！我有女朋友好吧，懒得跟你们说了。他气呼呼的离开，不愿意再和2个八婆说话。看到赵旭儿的厉害了吧？有对象的男人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2人正说得开心呢，一道男生出现打断了他们。干什么干什么？上个班整天不是聊八卦就是摸鱼，这个月的绩效不想要了是吧？主管，你们看看你们2个懒散的样子，再看看人家旭儿多努力。咦，这人怎么长得好像宋晨？我去，这小子怎么在这里？主管，您认识那位先生啊？认识，怎么不认识？我大学同学。哇，主管您同学可真有钱，竟然买得起春风雅苑的房子。他有个屁的钱啊！我记得他大学的时候还申请了助学金，难道这小子在哪里发财了？但也不应该啊，从来没在班级群里听说过宋晨这小子的消息。高涛怀着疑惑的心情朝着赵旭儿和宋晨走去，刚好宋晨打算让赵旭儿带自己去看房。宋晨，高涛，好巧啊，竟然在这里碰上了。我在这边工作呢，你小子这是来买房的呀？高涛笑眯眯地问道，眼底却带着一丝轻蔑。2人大学时候的关系就不怎么好，也不能这样说，应该是高涛单方面看不惯宋晨，他嫉妒宋晨长得比自己帅，学习成绩比自己好，甚至还能找到郑小曼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是啊，过来看房。牛啊，我们这个房子可不便宜，老同学这是发财了。呵呵，运气好赚了点小钱。他这样的态度反而让高涛印证了自己的猜测，毕竟他做这一行已经3年了，遇见过不少买不起房过来看热闹的人。高涛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对着一旁的赵旭儿说道：小赵啊，你先去休息一下吧，这位先生由我来招待。啊，可是这是我的客户。他原本还想亲自出马把宋晨打发走，既然赵旭儿这么喜欢浪费时间，那就随他去吧。行，那小赵你带我同学去看房吧，记得用心一点。好，我知道了，主管。宋晨啊宋晨，我倒要看看你这个逼能装到什么时候。他已经能够预想到等会儿赵旭儿独自一人回来了，至于宋晨肯定是找个什么借口提前离开。可是令他没想到的是，不过半个小时，赵旭儿和宋晨竟然又一同回到了销售中心，并且赵旭儿脸上还带着极为甜美的微笑。你们就看完房了？对呀，宋先生已经决定买下9栋1501号房，我们回来签合同呢。你说真的？宋晨真的打算买房？他说的是真的，我确实打算买房。不过老同学，你没必要这么激动吧？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激动。高涛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到这一刻好像由不得他不信了。春风雅苑的房子就算只是首付也得100来万呢，凭什么呀？宋晨到底凭什么？宋先生，您确定要全款吗？你看的那套房子将近150平，全款要400多万哦。没错，如果我全款支付的话，应该有优惠吧？有的，公司规定全款可以享受97折的优惠。只有97折吗？我看其他的开发商全款可以享受95折。别看97折和95折看起来差距不大，但这套房子的总价高啊，两者相差将近10来万呢。虽说宋晨现在不缺这10来万块钱，但再有钱的人也不愿意多花冤枉钱。这个我没有权限，需要向上面申请一下。那就麻烦了。我一定尽量帮您争取。他先是去找了自己的直系领导高涛，然后再由高涛向经理申请。小赵，你没搞错吧？宋晨真的说要全款买房啊？真的，宋晨说只要申请到95折的优惠，就可以立马签合同付款。高涛顿时陷入沉思。当一个人比你强一点的时候，你可能会嫉妒；但当一个人比你强很多的时候，你就会想去抱对方的大腿了。行，我马上就向经理申请。95折的优惠其实就是卡在公司优惠政策的底线上，所以高涛的申请很快就通过了。你不知道，我可是磨了经理好久他才同意，这不得请兄弟吃顿饭啊。行啊，有时间一定请你吃饭，到时候你可得赏脸。嘿嘿，一定一定。当天晚上，宋晨发财的消息就被高涛发到了大学班级群。这个消息立马像是一滴水掉进了油锅，平时几乎没动静的班级群像是活了过来。我操，宋晨这小子也太牛了吧！几百万的房子说买就买。兄弟在哪里发财啊？咋发财的路子可别忘了我们这些老同学。我提议搞个同学聚会，大学毕业也3年了，大家也应该联络一下感情了。看来有必要想个光明正大赚钱的法子，可以打个掩护，但是做点什么比较好呢？班级群里大家3言2语定下这周末要举办同学聚会的事，班长亲自给宋晨发了私信。宝马车司机听到有人夸他，居然把车又倒了回来，又是一阵水花。宋晨的鞋子裤子再次遭殃。你眼睛瞎了吗？没看到这里有人啊？眼睛不要就捐了吧。穷鬼恼羞成怒了。别让我再碰到，不然非得好好教你怎么做人不可。
宋晨心里憋着一股火气，没办法发泄出来，只能将那张脸牢牢记在心。一辆车缓缓停在宋晨旁边，是他打的网约车到了。小伙子，你身上的水是被路边的车溅的吧？是啊，倒霉死了。唉，有些人就是没素质，你也别太放在心上，和那种人是计较不过来的。不和没素质的人计较，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气出病来了没人替。师傅是个很健谈的人，接下来的路程中一直在开导宋晨。没过多久，宋晨就到了同学聚会的包厢。哎呦，这不是宋晨吗？几年不见又变帅了不少啊！宋晨不是一直挺帅吗？不然怎么可能抱得美人归呢？郑小曼呢？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这话一出，大家伙纷纷用一副八卦的眼神看向宋晨，带着打趣和调侃。当初这两人在班上可是人人羡慕的一对，大家都默认这两人毕业后肯定会结婚。一转眼3年过去，很多人猜测两人好事将近。你们看我干嘛？我和他早就分了。啥？你们竟然分手了？不可能吧！想当初你们两个的感情多好啊，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是啊，真的好可惜，我还等着吃你们俩的喜酒呢。班长谭磊看出宋晨脸色不太好，连忙站出来打圆场。行了，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了，看看还有谁没到，赶紧催一下。是啊，宋晨你别理他们，快过来这边坐吧。宋晨客气朝他笑了笑，却选择了谭磊旁边的位置坐下。班长，好久不见啊！确实挺久不见了。听高涛说你最近买房了是吧？恭喜啊！两人聊得开心，被忽视的高涛脸色变得有些阴沉。他确实是有心想讨好宋晨，但没想到宋晨竟然一点面子都不给自己。没一会儿，包厢内又走进来2个人。大鹏、华子这边。文广鹏和许华听到声音，抬脚就朝着宋晨这边走了过来。你们2个怎么一起过来了？刚好在门口碰到了，就一起进来了呗。你小子买房这么大的事情，竟然也瞒着我们，到底还是不是好兄弟了？说起这个事情，他看宋晨的眼神带着优越。前2个月还跟宋晨约过饭呢，结果这家伙愣是一句话都没透露。难道是怕自己找他借钱？下次请你和华子大圣吃饭，到时候再慢慢说。这些人明里暗里打探自己赚钱的方式，这让他怎么说呢？实话又不能说实话，谎言又担心被拆穿。宋晨，你的钱该不会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搞到的吧？高涛，你特么有病是吧？这种话是能随便乱说的吗？我看你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们橙子不可能是这样的人。我可没有乱说，不然你们让宋晨自己说他是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他能说得出来吗？宋晨大学的时候还要申请助学金，可别跟我说他是什么隐藏的富二代。所以做什么才能短短3年时间赚到几百万？也教一教我们呗。这话不无道理。就连文广鹏和许华也被对得哑口无言，心里暗自猜测宋晨莫不是真的走了歪路。说话是要讲证据的，你要是有我任何违法犯罪的证据，可以随时报警，否则别在这里瞎逼逼，小心我告你诽谤。那你倒是说说看啊，你到底是怎么赚到的这么多钱？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起哄道：是啊，宋晨，你就给大家讲一下呗，你到底是怎么在短短时间内赚到这么大一笔钱的？我为什么要说？法律都规定了谁质疑谁举证，你们如果对我有任何怀疑，现在就可以报警抓我啊！我绝对配合警察的一切调查，但事后我同样可以告你们诬陷。虽说他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但绝对没有违法犯罪，就算是报警也不怕。高涛的脸色像吞了苍蝇一样难看，给他8个胆子他都不敢报警，毕竟报假警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他知道自己拿宋晨没了办法，嘲讽地看向文广鹏和许华：你们2个傻蛋，往日里自诩跟宋晨关系有多铁，现在人家发财了，还记得你们是老几呀？关你屁事！文广鹏和许华听出他是在挑拨离间，根本就不吃这一套。我们可不像你，就知道眼红其他人。橙子发财，说明他命里有财运，其他人眼红嫉妒也没用。你说谁眼红呢？我用得着眼红宋晨吗？眼看事情愈演愈烈，谭磊赶紧站出来打圆场。行了行了，大家都别吵了。举办同学聚会是为了让大家联络感情，你们这是在做什么？高涛你也少说2句，不管宋晨通过什么方法赚钱，都没义务告诉我们。我们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没那个权利审问他人。接下来的一顿饭吃得有些尴尬，好好的同学聚会闹得不欢而散。宋晨来之前本来还准备请客，但经历了刚刚那场风波，也算认清了大部分人的嘴脸，于是没再提这件事。最后这顿饭是所有人 AA 付的钱。吃完饭后，3人就去了足浴店。橙子，你老实跟兄弟们交代，真没做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吧？你们想什么呢？这么多年的兄弟，你们还不了解我啊？你是什么人，我们当然清楚，但我们也担心你被人骗啊。真的没有，你们就放心吧。赚钱这事也不是我故意不告诉你们。主要是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还没来得及和你们说。听到宋晨的解释，文广鹏和许华都松了一口气，不是故意瞒着他们的就行。说实话，他们也担心兄弟发财了就疏远了他们，这会让他们觉得多年的真心为了狗。橙子，你到底是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连我们兄弟都不能说啊？也不是不能说，就是这个事情吧，说来话长。
宋晨编了一个故事，说自己老爸上次生病住院，然后自己回老家的时候，在家里的杂物间翻出来一个盒子，从里面的夹层找到了2张邮票，拿去试了一下，没想到真的卖到了钱。邮票这东西能卖多少钱？卖了700万。卧槽，你说真的假的啊？真的卖了700万，感谢财神爷啊！我的愿望实现了，我兄弟真的暴富了。橙子，我以后是不是能跟着你一起吃香喝辣啊？那必须的啊，以后跟哥混，一天吃9顿。宋晨大学时候住的是4人宿舍，还有一位室友孙胜，大学毕业后就回老家考了公务员。既然决定要请兄弟们吃饭，那当然不能把他给拉下。孙胜的老家距离他们这里坐高铁1个小时就能到，宋晨还特意给人把来回的高铁票都给包了，约好了明天一起去接孙胜。3人正聊得火热，技师走了进来。先生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第2天一早，宋晨就去高铁站接孙胜。哇，橙子你小子真出息啊！群里的消息我都看到了，这是不是就叫闷不吭声发大财啊？哎呀，这人的运气来了，我想挡也挡不住。不是说要请兄弟们吃饭，去哪里啊？留个悬念，反正到了你就知道了。他这样的态度反倒是勾起了孙胜的好奇心，期待感直接拉满。2人打车去了一家海鲜自助餐店，直到车子停在店门口，孙胜才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帝王蟹海鲜自助，卧槽，你小子来真的啊！这可要将近2000块一个人。有钱了当然要带兄弟们吃点好的啊，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把你叫过来？还不是怕你从大鹏他们嘴里听到后说我偏心。嘿嘿，怎么可能呢？我不是那种人。因为文广鹏和许华发了消息，说他们大概还有5-6分钟就能到，2人干脆就在门口等着了。哎，橙子你快看，那是不是你对象啊？宋晨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看到2张熟悉的脸，那个跟郑小曼走在一起的男人，竟然是昨天晚上开车溅了他一身水的宝马男。宋晨灼热的目光很快引起了郑小曼的注意，当他看到宋晨的一瞬间，竟莫名感觉到了一阵心虚，将手从男友手中抽了出来。怎么了？没什么，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吃饭吧？曼曼，你怎么了？不是说好今天中午吃海鲜自助吗？都到店门口了，怎么突然改主意了？郑小曼低着头，脸色煞白，根本不敢去看宋晨的脸色。距离他跟宋晨说分手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被宋晨看到自己牵着其他男人的手出来吃饭，又是心虚又是难堪。他在心里暗自祈祷宋晨千万别喊自己，他实在不想面对那么尴尬的场面。宋晨确实没开口，但他身边的孙胜却开口了。小曼，看到老同学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啊？原来是孙同学啊，好巧啊！你们好啊，我是曼曼的男朋友，我叫刘帅。哈哈，刘帅，你这名字起的和长相也太不配了吧？你这人有病吧？懂不懂一点礼貌？郑小曼也不可置信地看向宋晨，不解他怎么变成这样了。明明以前的宋晨在他面前一直是那样的温柔体贴。曼曼，你就这样任由你的同学羞辱我吗？你这个女朋友怎么当的？小心我告诉叔叔阿姨。刘哥，你别生气，宋晨可能就是心情不太好，他不是故意的，我替他向你道歉好不好？郑小曼，你疯了吧？你以什么身份替他向我道歉？你搞清楚一点，你是我刘帅的女朋友。他脾气本来就不是很好，常常都是火气一上来就什么都顾不上了，带着指甲的手指一下下点在郑小曼白皙的额头上。郑小曼没忍住痛呼出声，竟下意识看向了宋晨，大眼睛里满是委屈。住手！注意看眼前这个屌丝男，居然可以在现代和70年代来回穿越，和70年代的人做生意。70年代没人要的小龙虾、黄鳝、野菜、香菇等等，带到现代居然会赚得盆满钵满。住手！你算那根葱啊！我跟我女朋友说话关你屁事！你居然敢打我！我算哪根葱？昨天晚上刚见过，这么快就忘了？我昨天就说了，千万别让我再遇到你，否则一定要好好教你怎么做人。你是昨天晚上站在路边那个人啊？刘帅昨天敢那么嚣张，就是仗着自己有车，知道宋晨肯定打不到自己，干完坏事就跑。但他怎么也想不到冤家路窄，不过1天而已，2人竟然又遇到了。橙子，这咋回事啊？宋晨3言2语的将昨天的事情说了。孙胜听完后怒瞪了刘帅一眼：你瞎啊？有车了不起吗？赶紧给我兄弟道歉！刚好这时文广鹏和许华也到了，看到他们几个站在一堆，以为出了什么事，快速走了过来，场面很快发展成了1对4。刘帅怂得不行，脑子一懵，躲到了郑小曼身后。曼曼，他们不是你同学吗？你快跟他们解释一下，我昨天不是故意的。阿晨，就当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别跟刘帅计较了好不好？郑小曼，你怎么能这样？橙子以前对你多好啊！孙胜想要为兄弟打抱不平，他都不知道自家兄弟到底输在哪里，难道就是因为没有开宝马吗？什么意思？你们2人以前是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我们现在在说昨天你溅我一身水的事。我都说我不是故意的了，你还想怎么样啊？要不然就让我泼你一身水，要不然就赔钱吧。
宋晨悄悄朝着孙胜挤了挤眼睛，孙胜立马心领神会。赔多少？200够不够？200打发叫花子呢，最少也要2万。你是穷疯了吧？你那一身行头值2万吗？宋晨根本不在意他说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没想过要刘帅赔钱。这样说也不过是给孙胜争取时间。不负他所望，没多久孙胜就端着一盆乌黑的水走了过来，趁着刘帅不注意的时候，哗啦一下泼到他身上。哈哈哈，成落汤鸡了。不对，应该是无极，没看到他一身黑吗？能不黑吗？我可是特意往里面倒了一大瓶的酱油。啊！你们竟然敢！刘哥，你没事吧？你还好意思问我有没有事？你看我像没事的样子吗？你就等着我向叔叔阿姨告状吧。说完他就气呼呼的走了，也不管郑小曼有没有跟上来。阿晨，对不起。分手的事情，他欠宋晨一个正式的道歉，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宋晨，所以他连分手都是在手机上说的。他人品似乎不怎么好，你确定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吗？我不知道，他是我亲戚介绍的，我爸妈对他很满意。我跟他刚确定关系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我绝对没有劈腿。我知道了。宋晨愿意相信他说的话，毕竟是在一起相处了6年。郑小曼是什么样的人，他还是很了解的。你以后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能帮的我一定帮。阿晨，谢谢你，是我对不起你。郑小曼捂着脸，眼泪从指缝流出，她不舍得看了宋晨一眼，到底是转身离开了。既然舍不得，为什么不把人抢回来？大概是有缘无分吧。不说这些了，赶紧进去吧，体验一下1888的海鲜自助到底值不值这个价。因为孙胜明天还要上班，买了晚上7点的高铁票。骤然的相聚和分离，让4个人都有些伤感。你们几个有空也可以来找我玩啊，虽然请不起海鲜大餐，但是吃顿烧烤还是没问题的。放心吧，有时间一定来，你可要做好钱包缩水的准备。以你小子的食量，我恐怕要提前半个月开始吃土。华子胃口确实越来越大了，可以考虑一下去当个吃播。你们也觉得我行？我确实有这方面的想法。别开玩笑了，吃播对身体不好。说的也对，赚钱怎么就这么难呢？别急，不是还有兄弟我在吗？过段时间过来跟我一起干。橙子，你打算干点啥？先保密，目前还在筹备阶段，等我筹备好了再告诉你们。那你快点啊，这破班我是一天也上不下去了。是啊，文广鹏的工资虽然高一些，但比起给别人打工，他当然更愿意给兄弟打工了。只有孙胜不一样，他在老家考了公务员，要他辞去铁饭碗来跟宋晨干，一时半会儿还真下不了决心。第二天中午，他去了70年代一趟，陈明说要请他吃饭。现在他和陈明的交易已经固定了3天一次，陈明进一次货就是好几百块钱，赚的那叫一个盆满钵满，简直是把宋晨当做了财神爷看待了。大概11点半左右，宋晨提了袋水果来到陈明家。哎呦，宋老弟你可算来了，我还寻思你找不到地方，正打算出去接你呢。陈哥，这是嫂子吧？不知道你们爱吃什么，买了点苹果。对，这是你嫂子刘梅。梅子，这是我跟你说过的宋兄弟。老弟啊，不是当哥的说你来就来吧，还带什么礼物？这是跟老哥我见外呢。是啊，这苹果一看就不便宜，小宋你该带回去给家人吃才是。快进屋里坐，还差一个菜就可以开饭了。陈哥，孩子们不回家吃饭吗？我大女儿和二儿子平时都在学校吃，小儿子应该马上就要回来了。说曹操的，他话音刚落，门外就传来一阵小孩子的嚷嚷声。妈，我回来了，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香死我了！小兔崽子，你这又是从哪里弄来的一身泥，让你爸看到非得抽死你不可。听到刘梅教训孩子的声音，陈明立马坐不住了，拿起柜子上的鸡毛掸子，黑着脸就往外冲。陈子武，你是不是又给老子逃学了？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训你一顿。陈明咬牙切齿地看着小儿子，连家里有客人都顾不上了。老妈救命，老头要把你宝贝儿子打死了。活该，让你不学好，3天2头的逃学。今天就算你爸不打你，我也要打你一顿。我好惨啊，爹不疼妈不爱，就像地里的小白菜。这话一出，陈明心里的火气又旺了3分，手中的鸡毛掸子狠狠抽在小儿子的屁股上。好痛，老爸你来真的？今天不狠狠抽你一顿，以后我就跟你姓。不要，老爸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大人有大量，就饶过我这次吧。陈子武瞳孔猛地紧缩，余光看到倚靠在门框上看热闹的宋晨，眼珠子咕噜转了转后，立马朝他跑了过去。大哥哥，快救救我，我爸要打死我了。小孩，你应该喊我叔叔。虽然按年龄来说喊他哥哥也没错，但他跟陈明是平辈相交，如果陈子武喊他哥哥，那岂不是让他平白低了陈明一个辈分？叔叔，请您救救我。不等宋晨回答，陈明这个时候也终于意识到了家里有客人，他平日里沉稳的形象全部被这个小兔崽子给毁了，努力压下心里的怒意，笑着看向宋晨。小宋啊，今天真是让你见笑了，家里的小子实在太调皮了。理解，
男孩子嘛，难免活泼一点。陈子武见自己找对了靠山，胆子立马又大了起来。爸，你年龄不小了，下次有什么事情可以好好说，别总是追追跑跑的，要是摔倒了可怎么行？你给我等着，你等宋叔叔走了，看我怎么教训你。哎呀，您别这么小气嘛，我就是开个玩笑。那啥，我今天还抓了一条鱼回来呢，看在鱼的面子上，您就别跟我生气了，行不？老娘怎么和你说的，不能自己去河边，不能自己去河边，说过多少次了，你是一点也听不进去啊。我就是听到你和老爸说今天要来客人，特意去河里抓鱼回来加餐的。你听他鬼扯，他又不是没看到我昨天提回来的鱼，还用得着他去抓鱼回来加餐？宋晨的视线注意到了院子中央，有2只红色生物正在爬动，3两步走过去查看。这些小龙虾哪来的？叔叔，你说的是地上这2只红脚爬子吗？是我在河里钓鱼的时候钓上来的。原来小龙虾在70年代被叫做红脚爬子啊。这个什么红脚爬子河里多吗？河里不怎么多，不过乡下老多了。叔叔，你问这个干嘛呀？这些红脚爬子一点也不好吃。宋晨眼睛一亮，他好像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了。70年代的小龙虾无人问津，现代的小龙虾却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如果他能把70年代不值钱的小龙虾运到现代去卖，岂不是可以赚个盆满钵满？不只是小龙虾，还有泥鳅、黄鳝、野菜、蘑菇等等。想到这里，宋晨的一颗心立马蠢蠢欲动。小宋，别玩红脚爬子了，回屋吃饭吧。陈明的声音适时的响起，宋晨面色微窘，从哪里看出他在玩了？他明明在寻找商机，好吧？小宋，尝尝嫂子的手艺怎么样？闻着味道我都想流口水了。快试试，看看是不是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吃完饭后，屋子里就剩下了陈明和宋晨2人。陈哥，我这里有个新的赚钱路子，要不要考虑一下？那还考虑啥？当然干啊！宋晨将自己想要收购乡下农产品的想法说了出来。我想以后你帮我去收购，然后销售这边我来负责，我按提成给你算工资。陈哥，你觉得怎么样？等等，你说你要收购啥？红脚爬子、泥鳅、黄鳝，这些东西乡下到处都是，根本没什么人愿意吃，你收了要往哪里卖？卖去哪里？陈哥你就不用操心了，我自然有法子卖掉，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干吧。小宋，你确定吗？万一到时候赔了怎么办？陈明有些犹豫，这事对他来说其实算是无本的买卖，毕竟他只要收到东西就能拿到钱，所有风险几乎都在宋晨身上。不用担心，等我那边关系打点好了，我再给你说什么时候收购。宋晨从陈明家里出来后，就去了废品收购站，距离他上次和秦大爷交易也过了小半个月了，那些物资说不定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他得去回访一下老顾客。秦大爷手里可有不少好东西。难道今天大爷没上班？